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我这个节目的老观众可能都知道，我曾经在香港读书工作，大概有3年时间，对香港还是很有感情的。看到今天香港的没落，非常伤心难过。那么香港也不乏有识之士会站出来指出今天的问题所在。最近就有一个人跳出来了，他是在香港人尽皆知的重量级的政坛人物，就是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他在 Facebook 上边发表了一篇文章，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甚至指向了现在在香港实行的国安法。他突然反水，到底为什么？他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因为他最近接待了2波外籍友人，让他很触动，他不得不把他心里话要讲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为什么炮火全开，为什么说出对共产党大逆不道的话。曾俊华他在 Facebook 上写道，香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那么如何要避免成为国际金融遗址呢？需要当局做策略考虑，消除外界对香港定位的疑虑。谁才能够对香港定位？肯定是政府。哪个政府？中央政府。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对象是写给共产党听的，要不然香港就真的变成国际金融遗址了。这个说法之前被香港政府、被中国政府都不断的在反驳、批判，说这是无稽之谈。可是为什么曾俊华却提出这个说法呢？对吧？很明显，他知道如果不去做的话，如果不去改变的话，真的有可能变成遗址了。他说，最近他接待了一位卡塔尔皇室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对方问了他几个问题啊，他说有些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比如说，对方就问了，既然一国两制这么好，实施资本主义对香港这么重要，那为什么不宣布一国两制永远在香港实行下去，让大家放心，而不是设置一个2047的期限呢？之前这邓小平说的50年不变，对吧？一直到2047年，你设置一个期限，到2047年之后，香港就没有资本主义了，那我现在还敢投资吗？谁敢去香港投资，对吧？然后这个曾俊华就说了，在逻辑上呢，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啊，确实会引起大家的疑虑，所以他觉得应该改变香港的定位。这个改变香港定位也只能是共产党去改，对吧？然后他就说，试图向对方解释香港还是跟中国有很多不同之处，有不少的优势，比如说可以自由兑换货币，中国有这个金融管制，还有香港没有资产增值税和遗产税。可是对方来自中东啊，他说了，我们当地的利得税跟个人所得税基本为0啊，所以说你的低税率在香港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国家也一样啊。然后他又提到了说，在几天前跟知名的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利的前亚洲区主席罗奇见面。罗奇之前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篇文章，还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驳。他当时唱衰香港的经济，结果双方在香港叙旧，然后2个人不约而同的都认为，香港的生存之道必须是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城市。就是还是要跟中国大陆的城市区别开来，才能够保证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他讲说，关键问题在于重建大家对香港的信心，例如清楚地说明法律的红线在哪里，让大家不必担心。否则的话，现在是动不动就触犯了这个法那个法。喂，你是什么意思啊？你等于现在告诉大家香港没有法治，你不知不觉的就可能触犯了国安法，对吧？所以说大家对香港没有信心，这个等于把矛头直指中央政府，直指共产党了，你这是不是合理飞啊？看来他内心深处也是反送中的呀。然后他接着批评现在香港的政府，说只是做一些微调，小修小补，根本作用有限。他当然只能做小修小补，大是大非都被共产党包揽了，都被共产党确立了。你香港政府能够反对中央政府吗？反对不了，你只能在中央政府给你设定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做一点小修小补，这是今天香港政府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对吧？因为你没有主权，你没有决定香港前途的能力，香港又没有民主，又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又不是人民说了算的。如果你干不好了，这是人民选出的政府，那是人民活该，对吧？谁让你选出这样的一个政府呢？但问题是，香港政府不是人民选的，是香港的精英啊，是由共产党选的香港精英。过去的香港公务员团队其实跟今天的香港公务员团队没有本质的差别，过去也是英国人选择的这个香港的公务员，对吧？今天是中国北京的共产党选择的香港的公务员，都是香港本地的精英。可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是过去听英国的，今天是听共产党的，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当你听英国的时候，你是可以有自由，可以有法治，你可以搭上整个全球化的顺风车。但是今天你听了共产党的，不好意思，共产党自己，中国本身就已经开始被西方围堵、制裁、踢出这个全球化了，已经进入到这个新冷战的阶段了。那你香港现在听中国的，可不就跟中国绑在一起了吗？我打个比喻，之前中国、香港都在这个全球化的顺风车上，结果呢，现在中国被踢出这个顺风车了。为什么？因为你跟司机去抢方向盘，所以说你被踢走了。然后香港本来是没事的，但是因为香港被强行的绑在了中国身上，他不想跟中国走太近，不想听中国的不行啊，所以中国被踢出去了，肯定也拉着香港一起垫背，一起掉下去，就是这个结果。说白了是，今天香港失去了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失去了法治，然后经济一落千丈啊，根本不可能有复苏的迹象。根本原因就是你香港人愿意做中国人，或者是被迫做了中国人，而台湾正好相反，他有实力不做中国人，所以台湾拥有主权，可以搭得上这个顺风车，可以不被踢走。如果台湾也被统一了，估计今天台湾的地位也一样，也会被踢走。台湾的企业、台湾的技术都落到了共产党手里，落到了解放军手里，那估计台湾整个全岛也会被美国制裁。但是幸好台湾守住了一片净土，所以根本问题在这儿呢。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这个根本的主权问题没有办法能解决，那么其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你说曾俊华写的这篇文章，他的抱怨，他的指责，他提出的香港问题所在，正确不正确？当然正确，反正我是很认可的。可是问题在于能不能改，能改的只是他说的小修小补，说白就是小恩小惠。但是问题是你香港过去所拥有的，在英国殖民地时代所拥有的普通法系已经消失了，最基本的个人的权利自由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再信任香港了，不认为在香港投资是有回报的，不认为在香港投资是安全的，政治风险陡然增加，然后再加上你的转口贸易也玩不转了，因为中国的产业链也在转移出去。那你香港还有什么？香港的所有的过去所拥有的这些产业支柱，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所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基础都已经不在了。说白了，你就不再是国际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了，你甚至还跟中国一起成为西方的敌人。那么你的经济，你的所谓金融中心怎么可能保持得住？金融中心难道不是靠欧美资本吗？你要想靠中国资本，有上海就好了，有深圳就好了，为什么还有香港呢？所以香港的未来一定是财政危机，大亨们会把钱给转移出去，对吧？然后香港的这些中低层的人士，他们会发现他们的收入会越来越低啊，最后低到跟中国大陆持平，不再拥有优势。我之前不是讲过吗？香港的很多人跑到中国去消费，跑到深圳去消费，因为消费更低，价格更便宜，人工更低，成本更低，对吧？凭什么你香港的人工就这么高呢？所以说香港一定和中国慢慢的持平啊，因为受到了中国内地的这种竞争，这种竞争使得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城市。财政枯竭实际上也导致了香港所拥有的福利也不能够维持下去，而且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也是包括香港的，所以没有明天。这就是为什么罗奇在《金融时报》上写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 Hong Kong is over， 香港完蛋了。我以前在香港上学工作，认识不少人啊，虽然现在基本没怎么来往了，但是据说有些人是在偷偷看我节目的啊。那毕竟现在在香港，你上 YouTube 还不用翻墙。以目前中国发展的形势，习近平集权的程度和速度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在香港，你上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可能也要翻墙了。至少目前为止还不用翻墙，还是有人看我节目。其实我觉得从中国内地移民到香港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今天你可能会发现，你这个选择其实意义越来越小了。未来中国危机导致整个社会崩溃的时候，香港恐怕也不能够明哲保身，在香港本地也会出现相同的混乱局面。我不是算命的，没有办法掐指一算，算到哪年哪月哪日啊，但是至少我知道未来几年形势会非常不乐观。这时候翻过头来再去看台湾，经济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最近台北国际电脑展上， AI 人工智能半导体的大亨们都到齐了。黄仁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结果惹得小粉红非常不爽。他们要不然是无能狂怒，
要不然是想办法找台阶下，说 country 也有地区的意思啊，甚至还说黄仁勋啊、苏峰姿这些人都是中国人啊。但是黄仁勋不只是这么讲，同时他还制作了影片来展示出台湾的独特地位，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先优势。台湾帮助我们实现了一个愿景，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谢谢你，台湾。让我们继续为这段 AI 创新之旅，打造一个成功和繁荣的产业。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台湾可以继续的搭这个顺风车，而中国包括香港在内已经被踢下了这个顺风车，这就是最大的差别。那么背后是因为台湾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底气这么做，就是因为台湾拥有主权，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军队，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台湾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香港它不能够保证它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像过去在英国统治时期的殖民地的地位都保持不了，过去的一国两制还勉强维持，现在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中国自己已经自身难保，不断的加强集权，对外战狼，跟西方打新冷战啊。那么过去在改革开放阶段能够给香港的一点空间，现在也要收回去。所以在香港的过去骂共产党的人现在也不能骂了，对吧？自由法治被剥夺，民主本来就没有，或者是极其不健全，等于是不给香港任何活路了。但是对共产党来讲，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香港继续的那么像过去改革开放时期那么自由，因为它会成为一个西方渗透到中国、对付中国的突破口，会对共产党在中国内地的统治造成危害、造成影响。这是他在香港推行所谓国家安全的重要的理由。你就光是一个国安法，现在又加上一个23条，但基本上确定了，在自由法治的层面，香港跟中国大陆没有差别了。那其他的一些独特地方已经不足以能够吸引外资有信心落户香港了，所以香港会不断的流失人才、流失资本。你会看到中国企业、中国资本在香港的比例会不断的上升，包括在港股上市的企业当中也是。但是中国经济本身就出现了严重困难，所以在香港的中资比例在增加，但是它的体量也不会再增加哪儿去了，甚至还会不断萎缩。谁要手上有香港的股票，我建议趁早卖掉；如果有投资的房产，我建议也不要留着。甚至在我看来，港元和人民币一样，未来都会成为一张废纸。今天能够维持一定的汇率，主要是跟美元挂钩，说白了还拥有一定的体量和地位，就是因为它还跟美国挂钩，还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但是关键是未来人家还会不会继续跟你玩了。那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